哇，很特别呢。我上一次跟妈妈出国，应该是06年的时候，就是来香港玩这样子。我们今晚住这个。对。哦，跟我想象中的录音不一样哎。我唯一的后悔是我去了，我没有更努力。我当初让他自己一个人去台湾发展，去到那么远的地方，我也没有做错。我会牵你啊。会想要跟妈妈说，我们都是很爱你、很想你的。这特地为你写的。真的哦。对。只要他为我安排的，我都会很开心。好耶，妈咪，我们要第一次一起出外景哎，要去香港，你有没有很兴奋？当然。心情上准备的怎么样？我随遇而安。啊，随遇而安。不要跟你的朋友们还是什么亲戚说你有出国了，不然等一下叫你买一大堆东西回去，我没有空。不会。这次去外景，你没有跟过我录连续好几天的，所以可能会累咯。毕竟妈妈有点年龄了。不是，你要看导演啦，有些导演没有人性的话，你就会很累。我们到时香港见，拜拜，拜拜。第一轮要出来的是我们的黄靖伦，请出列。黄靖伦当年在台湾歌唱比赛中崭露头角后，留在台湾发展，随后成了家，现在也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爸爸了。我想跑，我想跑，我想跑，妈，我不想长大，我的妈。他常年离家在外，跟家人相聚的时间也很少。尤其他跟妈妈于桂香的感情特别好，他总想能有多一些时间陪伴妈妈。而距离上一次他跟妈妈一起出国旅行，也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如果可以跟妈妈去一些她应该这一生不会自己去的地方，会蛮不错的。这一集的在世界的角落扎营，我们就要远离城市的喧嚣，让靖伦和妈妈可以尽情探索和享受不一样的露营体验。香港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国际大都市，这里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是许多人心目中购物和美食的旅游天堂。然而，离开繁华的市中心，你会发现另一片宁静的天地。位于香港新界元朗区的冯吉乡，正是露营爱好者的天堂。这里四周环绕着翠绿的山峦，你不仅可以享受大自然的宁静，还能体验香港郊区的自然生态环境。靖伦和妈妈将住进露营区独一无二的露营车，享受别具特色的住宿体验。他们也会到附近的有机农舍参观，了解香港的自然生态。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机会参与手作活动，增进感情。谢谢。我一起做啊。来，慢慢来，小心头，哎。对。好。之前一定都是有爸爸跟弟弟一起去，那这一次真的是单独我跟妈妈自己去旅游这样子。
哇，怎么样？很气派，对不对？对对对，真没想到。香港半岛酒店是世界上豪华的标志之一，它融合了传统的优雅和现代的奢华，无处不体现着半岛酒店对细节的追求。很气派，哇！静伦和妈妈相隔20年后再次一起踏足香港，在露营之前，静伦也决定要送妈妈一次独一无二的香港城市游。不要再说我不孝了，你今天呢？就不是在听说过了，你要住在这边，是来这边住过，真的啦，当然不会亏待你。总统套房，可是房间在哪里都没有号码的，它是那叫马可波罗房，你有看到吗？应该是这间吧？啊，对，你看还有写马可波罗。哦，要进去，来耶！哇，超大间呢！哦，啊，2个人住会不会太大？哇，你看那个海景，哇！我在电影里面看过，梁朝伟曾经就有坐在这边。啊，这边很多古董，我们要小心。哇，总统套房啊！很多有名的电影都在这边拍，因为它的景很漂亮。哇，好漂亮哦！哦，有晃啊，对的。小心小心！这是我特别安排的，这是一个天星，叫天星小轮。由我这贴心小轮带你来这边。天星小轮是香港著名的标志，作为当地最受欢迎的日常交通工具之一。天星小轮连接着香港岛与九龙之间的维多利亚港，为市民提供了便捷的水上交通服务。哇，整个盘哦，你看它上面有一个天星小轮的图案。恰逢香港半岛酒店95周年纪念，跟拥有125年历史的天星小轮合作推出特色下午茶，领略香港美景和历史的同时，也体验前所未有的奢华与享受。觉得很开心，能够在这个渡轮上吃这个半岛的下午茶，真的是很特别。满意吗？还满意，谢谢我的儿子。在展开母子俩的露营之旅前，静伦还为妈妈安排了一趟独具香港风情的行程。香港的电车，哦，哇，这个很特别的，好像有改装过。哎，真的。哇，坐在这边可以吃。之所以把电车排进我这个行程里面，是觉得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妈妈是没有坐过电车。哇，但这个好哇，这个很窄哦。这个地铁还蛮窄的。哇，很特别呢。拥有100年历史的电车是充满怀旧风情的城市地标。我们小时候时常唱一首歌，叫做“坐上电车当当当，电车赶路忙，当当当，快快停下，这是我的家”。我们从小上到大，就大概知道是像个电车，就当当当这样。我很小的时候，我就看到香港电视剧，哇，那个电车有一个电线这样走，因为在我们的国家是没有。那天我在家里翻那个相簿，忽然间发现，刚好翻那个照片，翻几本，哎。我们刚好那个时候去香港的照片呢，给他看看回想。哇，这个给观众朋友看到哦，
我现在会很难看呢，因为我曾经可以这么瘦。其实今天的行程，我觉得我帮妈妈安排的我个人觉得还蛮满意的啦。只要他为我安排的，我都会很开心。香港居然有这种偏僻荒野的地方，哦，越来越偏僻。其实一知道是在香港的时候，我个人有点小惊讶，就是香港哪个地方可以露营？对，我想说香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城市的地方。享受了欢快的香港都市奢华行程，第二天一大早，黄靖伦和妈妈于桂香就前往新界元朗区逢吉乡，展开他们母子俩生平第一次的露营挑战。我们等一下就要去露营的地方，但是没有想到香港居然有这种比较偏僻、乡村荒野的地方。以前灵州港差不多就像这样的。越来越偏僻。世外公园位于新界元朗区逢吉乡鸡公岭下一个占地约8700平方米的平地营区，是一个充满趣味和冒险的露营胜地。到了， OK， 小心头啊！我已经到了一个必须要照顾小的，也要照顾老的一个年龄，这样子。譬如说，最简单的好了，下车，平常我一定就直接，我先出去，哦，我就走出去，不会再回来。哎，不要撞到头，就是这里了。去露营这种体会真的是很难得，而且还是在海外，所以超级很期待的。拿行李最讨厌走这种路，不好啦，比较难走。我比较担心的是怕我的体力不行。为了这个露营啊，我就特地去住家后面有一个小山啊，就每天去山上走斜坡啊，就去走了几个小时这样。练我的体力，推，可以吗？可以。还是要两边？这要养小动物哦，可以隐约感觉得到他的那个喜悦啊，可能他是来自于终于可以单独跟儿子一起出去玩。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啊。行李很重对吗？很重很重，你要帮我拿，不用了。啊，没事没事。好了，你看一下。哇，我们今晚住这个。对。哦，跟我想象中的露营不一样哎。我的想象是扎营自己生活啊，就很原始的那种露营的。一开始我也是这么觉得，真的来到这边，我觉得整个人很庆幸，觉得很幸福，是要住在露营车耶。世外公园豪华露营区提供时下最火红的露营车住宿体验，每一台造型如太空舱的露营车，整齐地固定在草地上。哦，哇，这不像露营，像酒店一样。这是豪华的露营车。对啊。这边还有别的房间。哦，看一下。哇，看得到外面呢。哇，天窗。哇，对，可以看到山了。对，哇，真的是很特别。露营车主人房有3面玻璃窗，头顶的玻璃天幕，白天可以欣赏蓝天白云，晚上则可以观星赏月，非常浪漫。哇，好漂亮哦！靖伦和妈妈入住的露营车是星空露营车，有2房1厅和预测，是营区特别向游艇厂量身定制，每台成本约6万新元。星空露营车内部设施一应俱全，入住不需要像普通露营班带齐装备，是懒人玩法，绝对适合靖伦和妈妈这样的露营初学者。最重要就是
洗手间。哦，还有冷气，超开心。这根本就不像露营，这根本是度假村，没有蚊子。这边露营没有蚊子，没有蚊子，不会有蚊子啊，多少会有。对啊，你是不是白带了很多东西？这是什么玩？第一排冰，第一次走啊，可以走到2步，走2步。 1步啊，不可以走斜的，吃的时候才可以走斜，吃的时候只可以走直，对对对。这其实要有功夫。到底，你不要用踢的吗？我要用踢的吗？这么粗鲁吗？就是嘛。来，往后出来了。武侠片不是都这样玩？这是一个我觉得合家都可以很享受的一个地方，同时也就是放松的地方啊。1步，到你了。我的皇后就吃掉了，我赢了。耶！哇，荡秋千呢？我是怕它会被掉，应该还好。来，干杯一下！耶！下次要带爸爸来吗？可以啊。爸爸会喜欢吗？很难说啊，也说不定啊。他每次都不想要出国。哎，爸爸有去过香港吗？没有，没有啊，从来没有。没有。哇，香港这么近都没有去过。对呀。我小时候是真的是大自然，就是门都不用关，就每天都往外跑，鞋子也没有穿，就这样往外跑了。以前乡村小孩就是这样啊，整个树林都没有人呐，哦，那随时随地这样的吧。其实我非常感谢制作单位，就是有了这个行程，我稍微才比较了解一下我的母亲。如果去旅游，我们就可以都一起相处，去哪里都没有关系，只要跟我的孩子一起，就是很开心的事情。还有送葱呢，哎呀，这样多少钱80块。？80块。他喜欢吃家里的家常菜，因为平时就很少吃到，而且他在国外也没有办法吃到，所以他回来的时候，他就会很想吃。给我半肥半瘦的，就会问他啊，你想要吃什么？如果有时间，我就煮给他吃。这也是我们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黄静伦和妈妈于桂香终于迎来露营不可或缺的重点活动，那就是炭火烧烤晚餐。你来露营要吃东西，烧烤最有感觉。哇，烤肉！妈咪来了啊！我都弄很久，我的肉已经快要烧焦了。那你先吃啦。啊，你整个白天跑去哪里？现在才跑出来。注意，给他不能烧焦的。哇，现在那个我太火太旺了。没有啦，那个猪排放下去，那猪油滴下去。我不用烤吗？你享受就好了。OK。哇，我不确定有没有熟了，但安迪，差不多了。你的快递到了。快递，我的快递。究竟妈妈为静伦准备了什么惊喜料理呢？你猜我刚才去哪里呢？你猜猜看。台中有奖，
我不可以猜，我太聪明了。太聪明，我已经知道，一猜就懂。就不能破梗啊。依我多年主持的经验，还有，对啊，大概可以略猜到1、2，他是要去做什么事情，一定要做一些不为人知，也不是应该不为伦知的事情。就是去买食材，然后因为饭锅，就是那个菜豆饭啊。不是，你不要破梗啊！你应该讲我猜不。你自己叫我猜的，我猜对了，你又说不。好，我知道这是什么，这个一定是砂锅饭。好，那个烧腊砂锅饭，让我打开。你最喜欢吃的什么？竟然不是，我猜错了，是菜豆饭。哇，在香港可以吃到菜豆饭嘞。只是你如果要准备这个惊喜给我，我就不用煮这个了，因为我吃这个就饱了。我以前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我自己拿的不好吃，一定要妈妈帮我舀。妈妈还每次亲手把那个饭剩起来给他吃，拿一大碗的。上次他回来，因为很忙，他还问我：“妈妈，你没有煮豆豆饭给我吃哎？”那么想想，在这个时候可以煮一道他想吃的豆豆饭，给他清洗一下，热腾腾的。味道一样哎，味道一样那跟在家里的一样。有太咸或者太淡吗？没有。很奇怪，你这么喜欢吃菜豆饭，爸爸不喜欢吃菜豆。我煮菜豆饭，爸爸说他去楼下吃面。常年在国外打拼，静伦很少有机会可以吃到妈妈的家常菜。这些年，妈妈的拿手料理最是让她牵肠挂肚。游子最难熬的，莫过于想家的时候，却吃不到妈妈的味道。老公，你真的停不下来啊！这些我都不要吃。很多人都会这样，就是从小吃到大，就是妈妈味道，在他们来讲，他们就觉得特别的好吃。这第2碗了。我觉得妈妈的菜就好比一首你很喜欢的歌一样，因为那个味道对我来说不仅仅是美味而已，它里面还有添加了对妈妈的回忆啦。那道饭讲的严重一点是，其实跟我妈妈的一种羁绊。每次就是如果熬不过去的时候，就很辛苦，撑不下去的时候，如果看到那道菜的话，我觉得是会让我继续加油啊。所以这道菜的意义非凡，对我来说这是最好吃的，很特别，看起来很简单，但吃起来内有乾坤。妈妈的秘密惊喜虽然一早就被静伦识破，却贵在妈妈的一番心意。要我惊喜是比较难了，但是有感动了，有吃到这个。我最好的回报就是可以看得出我狼吞虎咽的在吃那道料理，然后把全部吃完。累不累？累啊，好累，真的很累。所以终于知道露营很辛苦。对，还是露营比露营还要辛苦。露营更辛苦。是露营辛苦。我现在才可以体会到，原来拍外景是那么辛苦，那我真的很辛苦啊。把那个灯关掉，要睡觉了。应该不用设闹钟，那天一亮很亮就会起来了。对。怎么办？下大雨出不去了，然后还在停电。有小小的失望啊，那个时间就这样白白的过了，困在那边看得雨中急急。一大清早，静伦和妈妈就在睡梦中被雨声吵醒，原本安排好的户外行程只能被迫取消。其
其实算幸运啊，我们挑选了露营车这样子一个露营方式。是啊，另外一种不错的体验。真的露营就是会这样子。哎，有电了啊！呀，有电了，哦呦，这可以拿来玩了。这小孩子都会玩，要连成4个，横的、直的、斜的都可以。要4个连在一起。静伦决定到台湾发展后，这些年来能回家探亲的机会并不多，就算有，也总是来去匆匆。这让他很遗憾，没能更多的陪伴家人，尤其是妈妈。有一次回来拍舞台剧，时间比较长，你知道我做了什么吗？我就做了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搭新加坡的巴士。对，而且因为每一年都会有新的路线，我没有搭过或者是改过的，我又难得回来啊，妈妈在家里也是无聊的，不如借由这个带妈妈算是游车河去看看这样子。我当那边都是你赢了，我就是陪太子读书，因为他很喜欢坐巴士的，我就是陪着他一起坐这个巴士的时间，就是我跟他一起相处。哎，你直的也可以吗？哎，不可以，不可以哦，滂沱大雨的上午，母子俩就只能待在露营车里叙旧聊天、玩游戏，消磨时光。要一直让我赢。还蛮开心的，因为下雨，在露营车里面又刚好不会淋雨。好，应该随时会掉。现在是红色了。红色扩散。妈妈她因为比较少跟我相处，所以会比较想要跟我有更多的联络这样子。所以有时候跟妈妈视讯的时候会有感觉到她期待我打过去，然后就是聊一聊，有时候太快结束，她好像有点不舍。我直接用刀，这样可以哦。小心哦。这是我让你的一个小小的体验，叫做蚊子炼狱。下了一早上的倾盆大雨，趁着午后雨势转小，黄静伦和妈妈于桂香便离开位于香港新界元朗区逢吉乡的室外公园露营区，到附近走走。哦，那应该是西瓜还是冬瓜？青蛙。啊，哦是。哎呦，它也会害羞哎。是这边吗？喂。你好，请问你是这里的负责人吗？哎，你好啊，嗨，辛苦了。家宝曾经传教，也当过社工，最后他选择用双手润泽泥土，成立一对手农社，靠的就是这双手的力量。他的理念很简单，就是回归自然，分享快乐。我这个农场是个教育的农场。家宝之所以为农社取名一对手，主要是因为他希望大家都能用自己的一双手来实践回归基本的趣味环保生活。这几天天气不好啊，你们觉得对，所以晒着很多蚊子了。哎，对。然后看你有包包哦，哇，叮得好厉害。有一个香草啊，这个稻手香，没听过啊？哦。它主要是一个消炎的药，有点像薄荷的味道。如果蚊子叮叮的，你它的汁来，对，拿它的汁擦的，对。哇哦，这个不能防止被叮吧？这个是叮完之后防止你继续痒。对，但是它的味道，蚊子也不太喜欢的。哦啊，如果你我已经来不及了，但是。
但是希望有一点。这次来到这个农场可以说是惊喜连连了。第一个惊喜就是蚊子真的特别的多，这已经是第3轮了，它已经叮第3轮。我没有想到香港有这么多蚊子。蚊子是我们小时候的体验，比这个还要多哦，真的。不是，蚊子，你有被叮到多少？我还好。对呀，你当然会这样讲。你看我。今天呢，想跟你们做一个小手工啊。这小手工就是这个竹子做的。一对手农社定期举办不同的手作活动，让前来体验一日农夫的朋友们有机会动手，亲自制作环保用具。配合母子主题，家宝让静伦制作孝子牌竹制按摩棒送给妈妈。这有3个洞啊，这一个洞子就是把绳子穿起来，然后可以挂起来。然后呢有2个洞，这样，在这个结上面有2个洞，对，打对面的，先穿一个，然后这边拿这边再穿一个，穿好以后我们就开一条坑。接下来就轮到静伦出动她的一对手了。要固定一下，先固定一下，蛮难的，这样就好了。对。这样好像对，这样就可以了。对，哦，这个有一点点压力，这个手有一点点压力给他。哦，不用这么大的，小一点就可以啊。这很像那个可以让手休息的。这个小孩子都可以做。对，反到上的，对，把它慢慢赖起来，就可以了。哇，无形间给我压力，因为这个如果做不了，就是连小孩都不如啊。他从小就是笨手笨脚，不喜欢做这种手工的东西。对他来讲，他觉得浪费时间叫我做这些东西，是不是这样？我只知道他小时候那些手工都是我帮他做的，有时画画我帮他画的。圈好了没有？不确定，还没有。对，压得不够用力哈。因为速度太慢了。对，好，然后拉出来，刚刚有样子。对，另外一面转过去，对，转另外一边。好，要看准一点哦，要看准一点，看准一点，大概对面的，再看。我没有想到会来到香港做一支按摩棒。被我弄烂了这里，怎么办？好，没关系，等一下我们拿这个磨一下就可以了。对，好了。都是毛没有过不去的，你这绳子。来了，我转。这样，是不是？对，完成品。真的没想到，哇，他能够这么有耐心，花了这么大的时间把那个按摩棒做成功了。哎，妈妈，我把这个按摩棒送给你。哦，谢谢。谢谢妈妈的养育之恩。对啊，这个地方可以好。很感谢有这个机会，能够让我们母子多一点时间在一起这样。因为如果我们自己去旅游，我们是不会有排这种行程的。什么自己动手做的行程，浪费钱，浪费时间。但至少透过这个节目，我稍微知道妈妈喜欢什么。唉，跟理想的不太一样，真的是困难重重。要蒙眼，
这样我走路会跌倒呢。我会牵你啊，这边要小心啊。嗯，差不多还在这边。有罗曼蒂克的气氛，这么美丽的场景啊！今天呢，真的算是包场了，所有人都赶走了。这也算是第一次我们两个自己去旅游，毕竟在台湾工作这么久，对，其实一直想要问一些问题了。是吗？你想问的吗？对啊。其实我跟妈妈其实有算是一种心灵感应了。我们的也有可能是在那种环境下长大，都不会特别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会觉得肉麻，会觉得矫情。我会觉得太煽情。我是想要问的，我来台湾，突然间就这样比完赛就这才16年都没有回去，我自己也觉得，竟然可以这么久这样子。那你有没有觉得后悔我去参加那个比赛？我也谈不上后悔不后悔，因为这是你的梦想，我一定支持你。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你没有想到我去，就一直到那边。那次完全没有想到，那次完全没有想。我是趁年轻就多尝试，可是没有想到说，哦，你那么一去比赛就都留在那边10几20年了。我当初让他自己一个人去到那么远的地方，我也没有做错。那你有后悔吗？我没有后悔去啊，我唯一的后悔是我去了，我没有更努力而已。对啊。那你觉得我这一路走来10几年，算成功吗？有成就吗？怎么样是成功？成功不成功是最终要看你自己快乐不快乐。你这10几20年你过的，你觉得你快乐吗？以我的感觉，你没有很开心。没有到特别开心，因为我没有达到某个高度。对，我觉得我还可以做更多。他有说，因为他没有达到他想要的目标啊，他是怕令我们失望了，他自己也会失望。就是觉得到了一个工作的瓶颈，歌唱片也没有发了，也没有什么机会唱歌，主持也半桶水，演戏也没有人找我演，就顶多就接一些综艺节目，自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都会，但没有一个很厉害。艺人随着年龄价值会一直往下。所以当艺人就是很辛苦，就是这一点。算是蛮低分的啦，好，那你自己知道问题在哪，好不好？对，你要把它调回来啊，好不好 ？OK。会想哭吗？现在？没有，我在台上是不哭的。这一路到台湾15、16年了，从只是去参加比赛，追逐梦想。黄建伦。这一路到我现在结婚有小孩，你有没有觉得我有成长啊？有，成长了很多，懂事了很多。因为你在那里有了家庭，有了小孩，妈妈就放心很多。身边有一个伴侣，可以跟他一起帮助他，就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我们看了也就很安慰了。有想过要回来新加坡吗？如果单纯是要陪爸爸妈妈的话，可能当然是会有，但是我一直都没有回来，原因是我其实不想认输啊。对啊，我觉得就这样回来，感觉就是投降了。一就是再多陪陪你们，或者是在台湾真的混不下去还有第3个点，可能您的孙子的教育，真的就是为了孩子教育，再回来。对吧？每个人都
都是为了孩子，对。所以我都很了解，这我明白。因为我去谈工作这么久，你会不会感到寂寞？寂寞是不会的，是因为爸爸还有弟弟啊在，妈妈是以你为重点，你没有在家，只要你过得好，OK。我就怕影响到我的孩子，我就把孩子放在第一位，我都以他，我的想法都以他为第一位。这几年看一看照片，发现，哎，为什么爸爸妈妈好像变化很多，那老很快，整个衰老很快，就很担心啊。他有一次2、3天无消无息，我就觉得不太对啊，那终究纸包不住火了。但我就知道了，那时候身体有些状况，我就开始就很慌啊，会不会就突然就离开了，就很担心。Hello， 爷爷。自2020年起的几年间，冠病疫情席卷全球，对世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那段时间2年7个月没有回家，这是我最久的一次，而且我最大的遗憾就是他没有看到孙子最可爱、最刚出生的那个时候，对吧？一碰到他已经会叫奶奶了。这些年你有没有担心过我跟爸爸呢？那当然有啊，只是我们的担心我们都不会讲，不会特别讲出来，反正就心照不宣嘛。对，这第一位你写的，真的哦？对。小时候妈妈说的话，我有乖乖做，可是我也有任性时候。这首歌就是要写给妈妈的，把这一生想要讲的话全部写在里面。想给你很多，我们都不说，而不是我们都没说，是我们是要说，但是都不说。我们都不说，但是我知道我为梦想离开你，倍感寂寞。其实这首歌的确小小的为难了，因为在极短的时间内要写出个全新的创作，又不能够跟别人的曲子有一样，对。但是曲子反正没有，不是难倒我的那一块，我觉得比较困难的那一块是歌词。我们都不说，彼此都关心对方，担心对方没。很简单的歌词也是很真实的，是他心里想说的话。我们母子真的是心灵相通。在那么短短的一个副歌一个主歌，就要把这一生想要讲的话全部写在里面，这是最困难的地方。我会签你的。我觉得是很棒的一首歌，这我很喜欢。其实我想说，妈妈，我爱你，我总是不敢说。其实我不说，妈妈，你知道我想要说什么？写得很好，只要你想回来，你就回来。好，我们永远都是你的避风港。不要说啊，因为我没有钱救我回来就很丢脸，不要这样的想法，明白？静伦和妈妈的首次母子旅行，行程虽短，却收获了满满的美好回忆。其实我几乎没有在妈妈面前说我爱你、我想你之类的，但是我还是会想要跟妈妈说，其实不管怎样，我们都是很爱你、很想你的。
作。